Hello，我是伊娃，这是2025年5月25号缠绕共识会第82次的直播录影。因为网络的问题，直播断线了2次，我们不得不结束直播。当天晚上，我在线下录制完成最后的着色阶段，与前面的直播录影剪辑之后，再与大家分享。剪辑的内容已经删掉一些静音或打招呼的部分，保留了绘制的过程，并加上了字幕。如果你有更画，还是一样欢迎你将作品分享到我们的脸书社团缠绕魔法村。OK， 我们这就开始吧。大家晚安，9点半咯，我们来准备开始这一次的缠绕共识会第82次的直播。来看一下哈，从上一次直播到现在，我其实就是忙着在做会员课。那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，这个心之所向是一个野蒙字的练习哈，然后这张作品感谢有人喜欢哈，就订购了收藏哈，它只是现在还在我手上，还没有送出去。是有人订购了，所以说如果你们喜欢我的作品的话，也可以来跟我买哦。我的作品是可以销售的。这张是心之所向，谢谢有人欣赏我的创作。那另外就是会员课哈，那会员课我分享了一个叫做 curved ends 哈，就是在图样的尾端做卷曲的变化。那这3张呢，是在上次直播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哈，这3张。那另外额外的，同样是这一课里面，我又做了更多的变化。像这个是商录页的变化，这个是流动的，这一个是 rain 的变化，都是在基础的官方图样上面做一些不同的拓展哦。那我是觉得蛮好玩的，然后最后把这6个不同的图样全部都组合在一张作品里面。这个是一个会员课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实用的技巧，画出来的效果都很不错。那另外就是我有昨天跟静文老师哈有一个1对1的线下的见面哈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做了这个印象缠绕。那这一张是我在当场的作品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张是 5 砖，它比方砖大就比较大的纸砖。那因为最近我在逛网上的时候哈，我觉得有一个图样我觉得很可爱。那我蛮喜欢的，我就想说来趁这个机会哈，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老师在教，那也许有一些同学没有接触到哈，那我是觉得说可以来练习一下，因为这一个图样哈，make real 大概是这么念吧，不知道怎么念。这个是日本老师 Hiroko 他所解构的，那我觉得这个图样画起来是非常的漂亮已经有好多个老师都在教，那我们也一起来试试看吧，好不好？那我自己有我的想法跟变化哈，等一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。这个图样我们先画一个圆形，不是圆心，爱心。先把一个爱心先画出来，那这个爱心我会建议你画胖一点哈，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来做里面的变化，里面的线条。OK。然后呢，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是这个哈，我用绿色的笔，就是沿着这个边哈，等于算是一个平行的光环线哈，左边右边都有，它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像牛毛草一样，或者你要说它是6，或者说它像9都可以哈，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螺旋，一个勾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。那再接下来呢，它就会要往外面延伸过去了哈，那就是顺着这里这一条，我们从后面画，这样子就可以画出一个比较大的爱心的上端上缘，这样子把它连起来。然后再来就是里面了那里面这边呢，我们就是沿着这个
好，它就是一个里面的爱心的形状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Hiroko 老师他原本的结构，他的步骤是怎么样？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哦。然后我自己的画法会还蛮习惯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可以多练习看看。我会喜欢先把里面哈，因为你看中间它这边会有一个黑色的线条，这个里面有一个爱心，我会先把这个尖尖先画起来。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讲帮助比较大。哦，然后可以沿着这个从后面画，你先画里面的也可以，里面的，然后再用这一条从后面画这个爱心的外光环线，这样子连起来也可以。哦，等于就是说我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我画的线条顺序是可以改变的。哦，那你多练习几次，你就可以画得非常的顺手。画上爱心，然后沿着这个边边画2个，然后画一个 V 字，然后再来就是上面的这一个，然后外光环线。这样子，这个造型就出来了。因为它也是这种穿插交叠在一起的图样哈，我是觉得还比较好玩。嗯，好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图样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，它难度如果说1到10，我觉得它是大概在5吧，就是很中间呐，中等的，它并不是特别难，可是后面就变化还蛮好玩的。所以我就想说拿这个来跟大家做分享。这个像这种特别需要你有空间感的图样，也是我最喜欢挑战的。哦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作品里有很多就是穿插来穿插去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像这一类的图样，它最关键的缠绕技法就是从后面画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它关键就是这种交叉的地方，哦，就是从后面画。好，那 Hiroko 老师他自己呢，他对于这个图样，他有做了一个变化哈，就是多加了一层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哈。来，这一个，对，应该是这个方向哈，就是在刚刚的基础上面，来，这个一开始一模一样啊。来，我们一开始先画一个爱心，大家跟着画就可以画得出来，挺放心，不用害怕。好，然后呢，跟刚刚一模一样的步骤哦，沿着这个光环线，然后画个回圈，这样子出来以后，我们这边呢，先画一个 V 字形，好，这个就是下面那个爱心所要做的变化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先把外面的大爱心先画出来，外围的哦，所以是连这一条，哦，连这个地方，这里中间要有变化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这个爱心哈，连着里面，我这边一样要做一个那个回旋，因为我们的叶子要传出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都是要这样子，它就是这个爱心的这个2个圆弧这边哈，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这个东西，有一个像流动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哈，就是我这边要先画了哈，就沿着这里从后面画，来，我们要往下搭上来，连过来。好，搭上来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应该要有一个宽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底下从后面画哦，这边要画出一个爱心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变化。我这边用铅笔把它的黑色的地方，把它空着的地方先把它涂起来，你就会比较清楚它这个线条的结构是在哪里。
这个黑色的地方，铅笔涂灰的地方，就是都没有了哈。有没有？这边它就是这样，它是算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哦，就是这样绕过来绕过去，这样子绕。再画一次啊，不要担心。我再先画一个爱心倒过来的哈。好，我们的原则就是在爱心里面，它就会有这个回路，它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勾起来的，像6或像9的地方。我们画一个 V 字。好，这边我们要从这个外面的这一条，好，就是这一个的地方，画一个大一点的，一样连到外面这一条。里面这边就顺着这个线条上来画一个这个回圈。再沿着这一条哈，画一个大大的。再来就在里面了啊，就是我们沿着这个最外面这一条，我们做一个内光环线的连接，这样就好了。它比原来的这个就是多了一圈哈，就往下又绕了一圈，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。慢慢来，不要急啊。我们今天就是来钻研这一个图样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很基础的图样哈，大家画来画去，已经都很熟悉了。那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图样哈，还是需要由老师来带领大家一起画，哦，比较不会迷路。那有时候我们因为是比较熟练的老师嘛，哈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会去找到一些自己可能会觉得比较顺手的画法，不一定跟原来解构的老师一模一样的画法。哦，那就可以参考一下说，用不同的顺序或者是不同的角度去画，会不会也正好是你的甜蜜点啊？你就会觉得说，诶，跟着某一位老师画可能好像比较顺，其实都是 OK 的，你只要画得出来就行。下一个变化有点有趣，其实是在这一个的基础上面。来，下一个变化长这样，这个是最初的，这个是那个 Hiroko 老师演示的变化，这个是我画的变化，啊。那它跟它最大的不同是，它这个爱心是往下绕过来的，我画的这个是让它绕上去，就让它绕上去，所以这边会形成一个看起来像疤一样的，这边会像疤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2个疤在这里，那这边它这个就是往下，这个是往上，那个画出来你在纸砖上面创作，它的感觉会是不一样的。OK，那我现在来教大家画这个。一开始一样哦，都是同样的步骤，起手式都是一样的。沿着这个爱心画一个回圈，左右两边，对吗？好，我们就沿着这个，就先画一个爱心出来，好像这样子哈，这边就连上来了嘛，对吧？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变化就在这里了啊，就在这里，先画一个这个，好，这边上去有一个回圈，这边上去有一个回圈，
如果是这一个的话，它就要往下这边拉，哦，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往上，从这里这边往上拉上去，这里往上拉上去。好，那它有一个外光环线拉过来，一个很大很大的爱心就出来了，是这样子。哦，你可以自己多练习，找到你认为最顺手的顺序。我再画一次啊，先画一个爱心，一个回圈，左右哈，然后呢，这里上去。所以画的时候要蛮专心的，说实在。所以像我这样子哈，又要边画又要边教，恐怕会有迷路的时候。来绕上来，然后这里画的不漂亮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练习它的结构，哦，慢慢来，总是会有一些歪七扭八的时候，哦，那你练久了，你就会画得很好。我陪你们练好多次，因为我自己也需要练习。而且这样子，这种类型的图样哈，你如果没有常常练习哦，过一阵子你就忘记，你就会搞不清楚自己当初是怎么画的。哦，知道它的结构是这样哈，那怎么样能够画得好看，那个完全靠练习。哦，我们虽然是缠绕画老师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只有靠多练，哦，没有其他的捷径，就是这样子，多累积，你就会画得很习惯了，你就会如鱼得水，好吗？有点小挑战哦，不过我们就是要有小挑战，才会越来越进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再重新讲哈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 Zebra Mineliner，这个是斑马牌的那个 highlighter 哈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荧光笔。那现在的荧光笔都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颜色，Zebra Mineliner 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它颜色很多，它连今年出的新的5色啊，一共有40色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包色了，所以我全部都有。那它在这个40色里面呢，有包含3支不同的灰色，来，就是这3支哈。那你们如果没有这一组
这个荧光笔的话也无所谓哈，没有关系，你有任何的彩色笔都可以。哦，那我这边刚刚在你们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已经试过了哈，就是它这个灰色有分3种哈，最深的是这个，画出来是这样子，它比较偏黑，很深的灰色。然后第二个灰是这一个，它画出来哈，有一点点，它应该是冷灰，然后有一点点绿的感觉啊，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灰色。那这一支应该是今年最新出的最浅的浅灰色，画出来是这一个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，超好看。然后另外这一个是这个是有点像是沙漠玫瑰色，偏淡的沙漠玫瑰色，画出来是这边这个颜色。那我今天要用的是就是这2个最浅的这2支，哦，那深的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就是这2个颜色啊可以用。其实是这一组灰色笔拿来做缠绕画的阴影也是很好用的，哦，但它也有 brush 头的，是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。brush 头的。哦，这个是同系列，可是笔头是不一样的。那我要用的是这2支，那你们有任何其他颜色都是可以的，好吗？那我今天就是直接拿白色的方砖来画哈。那我今天要画格子，那这个创意是从像我们的格子衬衫上面的那种格子图样来的，哦，像 Burberry 那样子的图案哦，他们的经典图案就是格子的。那我刚刚已经先在这边哈，就是间隔稍微拉开一点点，好，我先画了粉色，然后再来就旋转纸砖。你用其他颜色真的都 OK 哦，没有强调一定要用什么颜色，因为它只是我们打底的颜色而已。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哈，就是画直线。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尝试过，因为这个只是我心中的一个 idea，想了很久，可是一直没有付诸行动，所以这个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就公开，就尝试看看好吗？好，现在我拿的是这个浅灰色哈，那我就在这个粉红色的线条旁边，我就贴着画一条灰色，然后把纸砖转过来。哦，不用画得非常的完美哈，像我这边也是有一些间隙，那就可以稍微修补一下。好，是不是像有一点像格子衬衫那样子的图案？我们今天就在这张纸砖上面做创作。好，我有一支04，就用04的好了，因为这一支很少用哦，要让它有一点点出场的机会。来，我现在要画的结构哈，是有另外的图样叫做 Three Hearts，这个是我结构图样，它其实就是3个爱心的结构，然后往外边延伸。那我们要来套用我们今天画的这一个，好，不用担心，慢慢来，跟着我画就可以。好，我们这边其实可以，你可以很中间哈，也可以靠边都可以。那我一般喜欢会稍微有歪一点点的，那我就先在任意的位置哈，先画出一个圆圈。这个圆圈差不多1块钱，台币1块钱大小。好，那我们要画3个爱心啊。那我先用铅笔，给自己标定它的位置，大概在哪里？这边一个。好，目测为什么要这样画？这样画的时候就比较不会
歪得很厉害，就是3等分，目测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先来画刚刚这个图样，先来画这个最基础的这一个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好，那我开始画了哈。怎么状况不断？今天真是，还好我们处变不惊，对吗？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尖尖的地方哈，我就稍微直接就涂黑了哦。好，刚刚有教哈，我们要来画里面的这个。你看我现在画跟刚刚练习的时候我是倒过来的啊，其实都无所谓。任何你只要明白它的结构是什么，你这各个方向都能画。好，现在接下去是从这里哈，从后面画，从这边穿过来，画一个爱心，对吧？好，你看我们就是旋转纸砖哈，就是同样的笔画就做重复就对了。好，然后这边画一个 V 字，是里面的啊。好，然后在这里面就是内光环线，把这个爱心里面这个爱心画出来。好，这个是最原始的图样。接下来哈，我不画这一个，这个就是 Hiroko 老师他的示范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我们要画这种像缠陀罗构造的话，这一个其实是会比较难处理的，因为它牵涉到它整体结构。如果说你不用铅笔打草稿的话，会很难画。可是我这一个就可以，好，所以我要画这一个图形，这一个。好，那这个一样哈，就是在这2个的空中间，我一样用铅笔哈来辅助我自己一下，这样我自己就会知道说，哎，我这个爱心应该大概到哪里。好，那因为这边会离纸砖的边会比较近，所以这边可能稍微小一点。好，那这一边就可以画的比较大。好，开始咯，这一个。好，那我这边会有一些压到的地方，没有关系。有缝隙的地方我就是涂黑，好吗？这个就小小的被挤住。好，然后这里对不对？要画一个回圈，这边一个回圈，这里一个回圈，好，压住了就从后面画。
慢慢跟上来哈。好，那这边要出去了哈，那这边是画一个，先把它的外形画出来。好，这边哈，我先画一个 V 字，画个 V，画个 V，嗯，好，然后这边哦，上来碰到这边圆圆的，我要画一个回圈，对不对？上来碰到圆圆的，我要画回圈，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哦。然后我们就是要来画这个紫色的线条这个部分了，对吗？要往上拉上去，就会把它连在一起。可是我这边我又要做变化了，我要做什么变化？来，我画在这边哈，给大家看。我从这边过来，我上来以后，我要用木卡结尾，这样子连上来。这边呢，这里先上来以后也是木卡结尾。哦，所以这个变化就更多了，要稍微挑战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来，从这里哈，从后面画连过来，上来，大胆的木卡结尾，拉回来，连到这个地方。OK，然后右边这里也是一样哦，拉上来，跟它碰头，好，木卡，然后中间这边从后面画，又一个变化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这个木卡长线条要靠多练习哦，哈。来，那这边一样，来从这里开始，从后面画，这里哦，哎，从这里从后面画，碰到边，拉进来，这里一样，这一个，就这样，有没有小复杂？我相信你们是觉得有点困难的。我现在做加粗跟圆滑啊、
我们今天就只是做这个图样，主要是做这个图样的练习，不用担心，没有其他的，因为它确实是有难度的。然后一点点小特色就是说这个背景我们做的格子的处理，这个比较不寻常，没有人看过，我自己也没看过，好吗？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比我想象中好看很多。小倩说：“一步一步不复杂，画完看起来复杂。对，画完看起来好像真的超厉害，可是事实上是，你如果熟悉了每一个图样的本身的结构，它真的是不复杂，还好，多练习就 OK。”好，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是比较空的哈，那我们来做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步骤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画一条直线。我先用铅笔哈，因为我稍微宽一点，大概1公分宽。我要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，好，碰到图样就跳过去，从后面画。因为直播有严重的断线问题哈，所以我们就停止直播。那接下来的这一部分都是我离线的时候把它录影下来，剪接了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看的就是直播，它最后呢，也就是我把最后这边这个 L 型的这一个框哈，我把它画出来。那它的目的呢，是希望它在最后有一个边界感，同时如果要做拼图的话，这样子的效果也会很好看。然后是要上色，你如果有彩色铅笔，或者是像我现在用的是将军牌的粉彩色铅笔都可以哈。那我这边用的这个是 Rose Madder 哈，这个4427号，它是有一点玫瑰色红色系。那我选择这个颜色的目的是希望它跟那个背景的颜色比较相近。我希望能够怎么讲呢？协调一点吧。先很豪迈的把它全部涂上颜色哈，然后拿上棉花棒，稍微擦一下。然后另外这3个，可以找灰色的粉彩色铅笔哦。那因为我的将军牌的粉彩色铅笔里面没有灰色系的，好，那我直接就用 HB 的铅笔，我淡淡的把它扫一层，直接把它涂灰。
用纸擦笔稍微擦一擦。我用金属金色哈，在红色的这个地方，这个细的地方就是画在中间，然后粗的地方你可以画成2条，都可以，就沿着边就好了啦，这样比较不会伤脑筋。然后我拿的这个是白色的亚克力笔哈，也就是丙烯笔啊。你如果没有这个，你就用白色的水样笔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用这个，其实它出水会比较快。我最近喜欢用这一个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它的出水量很大，画起来很顺畅，感觉比较舒服。像这种笔呀，经常要压一下它的笔头，让它的墨水能够出来。我们可以用比较黑的铅笔，这个是6B 的铅笔，我们来为它做一点阴影。那这种阴影上的地方，就是在它们这个线条有交叉的地方。同样的，用纸擦笔稍微擦一擦哦。这个方框的部分哈，我们就是用最基础的甜甜圈画法的那种阴影，把2侧加上暗部。我现在用的是6B 铅笔哈，因为我想要让它黑一点。然后是白炭笔，在这个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涂。用棉花棒。现在我要画的是中间的这一个宝石哈，那我用的是 Prisma 的油性彩色铅笔。你用你自己有的好用的工具就可以。我现在中间很随意的要涂一个绿色，事实上我要画的是偏红色系的宝石哈，可是我希望它有一些对比的效果，就是我最近还蛮喜欢尝试这样子的东西啊，就是把一些很奇怪的颜色拿来画宝石，试试看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，到底是有惊吓还是有惊喜呢？
我也不知道，试试看。好，我这个颜色也是随便抓的哈，就是红色系，红橘这样子，感受一下，紫红色。咖啡色，它就是一颗很奇怪颜色的宝石。然后我会使用调和笔哦，稍微让它们这个颜色能够融合的好一些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就是白色，我们用白色来改变它那种光泽感。那我白色在画的时候，哈，是以这种月牙形在画，哦，因为我希望它这样子这边亮的部分能够更明显。如果觉得颜色被白色吃掉比较多，就可以再拿你认为适合的颜色，再回来推推看。我现在拿的是黑色的哦，就是边边这里稍微做一点黑色的加强，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好。这个是达尔文的调和笔，因为它刚刚用的是卡达的哈，它那个比较粗，那这一支头可以削的比较细，我有时候就会搭配着使用，都可以。好，用刷子刷一刷。我觉得它整体感觉比较平淡哈，所以我拿了这个樱花的月光笔，这个是有一点点红的。那我是要画在这个地方，我用点点的装饰。现在我拿的是 Zebra 的 Mineliner， 这个是 brush 头的哈 ，brush 头的灰色的。那我经常用这一支来做阴影，那用这个画就很快。我要在这个里面沿着这个线条画一下。那这个我们主图样这边也是一样哈，在这种有阴影的位置。等于一般来讲，我都是用右下来画阴影。你看，用这样子的工具来画阴影，是不是就超级快？不会用铅笔在那边撸半天。这个的颜色跟刚刚我介绍的这几支里面，它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灰色哈，中间的不是最浅的。它这种 brush 笔头的，它颜色没有出到40色，而且现在台湾好像买不到了，就有点可惜。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。那如果说你买不到这个 Zebra 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拿那个樱花的 Koi， 就是 Zentangle Project Pack 25，好，25里面用的那一支也可以，它里面也有灰色的。因为 Zentangle 官方就是用灰色来画阴影，哦，所以其实工具不限品牌啦，你只要觉得好用就可以了。
最后我用樱花的白水样哈，10号的来给这个宝石画上高光。最后再找个地方签名就可以了哈，我就简单的签一下在这边。那这一次呢，前半部因为是直播哈，那网络好像有严重的问题，各位同学那边都有反馈哈，就是网络会断线。那我们就是前面有2小段是直播的，那后面这边就是我录影完成的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它最后的这个效果。不好意思，网络它会断线，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哈，那只能以这样子的应变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创作。那我也会离线呢，我用 Canva 来把这个做一下拼图，让大家参考一下它拼图马赛克的效果，应该是很不错的。OK， 以上就是这次直播的内容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们在下一次也就是6月5号咯。6月5号我们还是一样9点半会有缠绕共识会的直播，希望到时候不要再出状况了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